一位粉丝在上一期的视频留言称，他父亲在92年退伍后到北京某长城拍下了这张照片，他想带父亲去故地重游，在同一个地方再拍一张照片，但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在哪个位置拍的了，希望我能找到具体拍摄位置。放大照片，无论是砖还是远处风景，都能反映这里是长城。来看远处的这里，这部分没有与长城本体连接的，叫烽火台。我们都知道，长城是我国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，因此烽火台的作用就是预警与信息传递。当有敌人来犯，烽火台白天施烟，晚上点火，并以烟火的量来代表敌人的数量。因此，烽火台一般在长城本体的北侧，而他的父亲坐的地方叫箭窗，顾名思义就是打击敌人用的。那么，其父亲所在的应该是一处敌台了。我发现很多人会把敌台误称为烽火台，这是错误的。除了用烽火台的位置推断方向，我们有时候还可以用长城的本体。比如说长城上的这一段，左侧的称之为垛口墙，其主要作用是躲避敌人的攻击，并通过垛口射击来敌。而右侧的是女儿墙，它并没有垛口墙的凹凸设计，仅用于防止士兵跌落城墙。因此，垛口墙的一侧大概率为北。此时正朝东拍摄，那么根据影子判断光线来源，此时太阳在西侧，由此可推断拍摄时间为下午。这就是平常我通过长城判断方向的办法。回到原图，假如烽火台的方向判断正确，那么通过光线推断，他父亲拍这张照片的时间为92年的某个上午，时间大概10点左右。通过 AI 识别 ，GPT 永远不会告诉你答案。而另一个 AI 定位到了慕田峪长城的某处，经过对比，与图中山景并不符合，是错的。继续对图片进行识别，目的是通过其他相似角度的照片，找到更多的线索。经过一番查找，找到了好几张能看到烽火台的照片，并在其中一张的图片集找到了极其相似的拍摄角度。而在这个图片集中，作者记录了他在北京的游玩过程，图片也是根据游玩时间进行排列的。他先是到了恭王府，接着是颐和园，然后到了天坛、鸟巢，紧接着的是八达岭长城，然后就是识别到的相似角度的照片。翻到下面还有远景图，从地图中找到八达岭长城，调整到拍摄角度，发现他们此时正在爬八达岭长城的北段。那么，如果我的判断没错，他们的照片按拍摄时间排序的话，那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就位于八达岭长城的北段了。地图中翻查八达岭长城的北段，全段有且只有一个烽火台。那么，按位置推断，能从箭窗处拍出烽火台的这个角度，那么只可能是八达岭长城的这个敌台了。调整拍摄视角，远处的山也都对上了，基本可以确认是这里了。从地图上细看北段的每个敌台，几乎所有敌台的顶部都是看不到人的，有且只有一个敌台是可以看到有人活动的痕迹。换句话来说，大部分敌台都是有顶的，阳光也照射不到敌台内部。在烽火台附近，唯独这个敌台是没有顶的，镂空设计的，因此阳光能照射到内部空间。回看原图，其父亲四周都有阳光的照射，更能确认是在这个镂空的敌台处拍摄的了。接着，我从网上搜索了八达岭长城的平面图，从图中可以得知，我们目标的敌台就是北三楼。也就是说，通过网络信息、3D 山景、光线以及敌台的镂空设计，可以推理得到，他父亲的这张照片基本可以确认是在92年的某个早上10点左右，位于八达岭长城的北三楼的北侧箭窗处，朝北拍摄的。虽然八达岭长城的南段也有烽火台，也有镂空敌台，
但从3D 山景可知，其烽火台位于山腰上。从南3楼处看烽火台的话，左侧是山，几乎挡住了远处的风景，山形也不能对上，南段可能性不大。既然确定了位置，接下来就是验证了。我开始通过搜索引擎、数个自媒体、视频平台、全景图，利用了多个不同组合的关键词，目标是找到北3楼拍摄到此位置的视频。如果是图片，前面视图就有了，但是图片的本身不能证明这里是北3楼，因此必须要视频。过程中我找到了好几个拍到北3楼的，但是都一穿而过，直接往北4走去了。也有几个停留的，就是没拍到对应角度的。而这个更过分，拍到北3楼北侧建窗的风景了，但是是右侧的山景，而我要的是在左侧啊。要是手再移过去一点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硬生生从凌晨4点找到了6点多，就是没找到这个位置的这个角度的视频。于是在一个朋友群内愤然吐槽道，每次遇到特定位置特定角度的都能找到吐血。直到太阳徐徐升起，八达岭景区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附近已有几个账号在直播，介绍着八达岭景区新一天的天气和售票情况。经过一晚苦苦寻找的我，决定发起了我做视频以来第一次场外求助。接着我分别在3个直播的账号下留言，其中有2个回复我了，而当中的一个帅小伙甚是热情，对包括我在内每个人的提问都一一回复了。在得知这是一个儿子寻找他父亲年轻时在长城拍照的位置时，当即就把照片发到讲解员的群里。没有关系，地图侦探。然后等我比对完以后，我在北3，我让我们家的讲解员，官方的讲解员去给您比对一下。比对完确认说这就是在北3楼的话啊，我会告诉您，好吧？我已经通知我们家的讲解员哈，让他们全部给比对一下。比对完我给您答案 ，OK 吧？而讲解员都一致认为是在北线拍的照片。随后他答应我，待会讲解员带团上长城的时候，会帮我顺带拍一张北3一样角度的照片。我这次真的是不出门也能遇上贵人了。客气啊，客气，不用谢。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吧？早上10点多。主播小哥用私人账号给我发来了北3楼当天拍的照片，虽然角度不太对，但是像了。中午12点多，小哥再次给我发来了照片，这次是真的像了，近处山景的轮廓都能找到对应的了，更能确定是北3楼了。可惜的是，当天八达岭的天气不佳，阴天加雨雾，远处的山景看不到，不然再把远处的山景对比后，那就更能确认了。下午时分，当我再次打开他公司的直播间，此时八达岭已经下起了雨了，更不可能拍到远景了。至此，小哥能帮的都已经力所能及的帮到了，这里真诚答谢这位帅哥的热情及帮助。看来远处的山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晚上我重新整理头绪，我觉得我之前找的视频都很零碎，有缆车的，有北1到12楼的，有南线的，有滑车的。在各种碎片视频内找一个特定位置特定角度确实很难，于是我开始把目光瞄准那些爬长城的人群，他们喜欢从北1爬到北4或者北8甚至北12。随之我从某自媒体搜索栏搜索八达岭长城，并选择5分钟以上的时长，专门挑缩略图阳光充足的视频来看。5分钟以上是为了确保挑选出爬山的视频，缩略图阳光充足是为了确保能看到远处的山景，然后一个一个视频查看，并拉到北3楼的进度，希望他们中的其中一个会停留并拍到我要的镜头。果然这次的思路对了，给我找到了2个视频。第一个虽然阳光充足，但可能因为原因还是未能看到远处的山景，直到我查到第2个，终于找到远处的你了。这个角度，远处的山，还有近处的山的轮廓，以及烽火台都一一对上了。由此可以证明，这是在北3楼拍的照片了。接下来，通过北3楼北侧4个箭窗的对比，结合原图、视频以及全景图，能符合箭窗右上角的这个形状及凹陷的，右下角的这个凹陷的。
还有左下角的这处白灰及凹陷的，只有从左数过来的第3个箭窗。因此，这位网友，我找到了你父亲的这张照片，就在92年的某个早上10点左右，位于八达岭长城的北3楼北侧一边，从左或者西侧数起第3个箭窗处拍的照片。世界有时候真的很奇妙，长城不单只成就了好汉，长城还能证明了这位网友与他父亲的亲情，而且长城还让我收获了友谊。下课。